肌张力异常是由于神经系统异常，因而产生一连串的动作障碍。在多数的案例中，患者不仅会有动作控制的问题，还会有副交感神经低下的现象。这支影片我要介绍一种非常简易又有效的练习，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的副交感神经。但在我们开始做练习之前，我要先简单的说明自律神经系统的运作。相信大家都听过战或逃。战或逃是一种面对压力或紧急状况之下的一种身体自然反应。在这种反应之下，交感神经会瞬间启动，肾上腺素、皮质醇会上升，知觉会增强，心跳和呼吸也会加快，好让我们进入求生的状态。从演化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很合理的。我们可以想象原始人类为了生存而演化出这样的反应。如果我们将战或逃比喻为油门，那与它相对的刹车就是休息和消化的反应。这个反应是由副交感神经启动，它让我们的身体在危险过后可以冷静下来。一般人多半可以顺利的在这两种反应之间交替，也就是当危机状态解除后，副交感神经就可以快速启动，让我们回到安全的状态。但在肌张力异常患者的身上，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常见的现象。第一个，交感神经加速异常的快，患者会对某些很小的事情发出很大的反应。举例来说，只是碰触乐器，可能就会让患者的心跳加速，或是很容易被他人的言语激怒。第二个现象就是副交感神经启动异常的慢，换句话说，刹车系统有一点失灵，因此会让患者持续停留在战或逃的状态，而无法切换至休息和消化的反应。因此可能会有失眠、胃食道逆流或是无法放松的状态。等一下我要介绍的这个基本练习是 Stanley Rosenberg 根据新的多重迷走神经理论而发展出来的练习。有上过我课程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过我一直在讲迷走神经。迷走神经对于肌张力上有很直接的影响。关于多重迷走神经的理论，也许我会在其他影片中再做介绍。这个练习主要是透过回复第一、二节颈椎来增进颈部和脊椎的活动力，同时它也会增加流至脑干的血流量，以及改善迷走神经腹侧分支的功能。在开始之前，可以先试看看将头向右转至不能转为止，然后回到中心，再做另一侧。等一下做完基本练习，可以再向左右两侧转头，看看可以转动的幅度有没有增加。刚开始做这个基本练习时，建议要躺着做，等熟悉之后，站着、坐着都可以做。首先将食指相扣，把双手枕到后脑，用手指感觉一下头颅的硬度。头不动，只动眼球，看向右侧，让眼球停在那里30至60秒，直到出现吞口水、打哈欠或是叹息之后，就可以将眼球看回中间，然后再做另外一侧。吞口水、打呵欠或叹息是自律神经系统放松的征兆。这个基本练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，也可以重复做，很简单但很有效。如果想要知道数据的朋友，我推荐一款应用程式，我会把 App 链接放在下面，你们可以在做基本动作的前后做测量。唯一要小提醒的就是，在做这个练习时，要将头的重量枕在手指上，因为这样才能刺激到枕骨神经，让肌肉放松，恢复平衡。
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简单又有效的基本练习。